就是我的家庭从小其实就有很严重的债务问题，然后包括到现在我也一直在还债，所以其实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到为了角色而去放弃挣钱。我感觉我现在解析也是，就是为了还债，然后就有的时候角色合适，钱差不多就得去。那你第一次听我说这个有债务问题的时候，你咋不紧张呢？紧张啥呀？那要是领了证的话，那就是在法律上你就是得那个啥呀，一起承担的。你也缺心眼儿。没有啊，我缺啥心眼儿？那就承担呗，那咋呀？那怎么了？我看你也是缺心眼儿。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签婚前协议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有个那个同事27是学法律的，之前我们经历过之前的那个案子，包括就是连带责任啊、赔偿什么的，他就觉得你又搞结婚这一套，他们就觉得不行，就是你得有这个东西。哎，那当时就是咱俩那会儿就让你签那个，你都不看你就直接签，我有啥可看的呀？那内容你得看一下呀。那有啥可看的？你现在知道内容是啥吗？不知道。所以要不你就是一个缺心眼儿加了一个更大缺心眼儿。不知道。就是，其实当时写这个协议就觉得挺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领了证，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有感觉就是可能有很多不平等条约吧，对他可能限制的比较多，我觉得就不是特别公平。这是你写的是吗？这个呢是我们把拼凑起来的，有一些是剧组的合同里的条款哦，好厉害，就把它拼凑，就是感觉像闹着玩。然后这个赔偿金额也是啊，1314521，一生一世我爱你。就是他们说你们就签这个还搞浪漫呢。对，其实我觉得啊，比较理性的去看待这么一个婚姻是正确的。婚姻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就在于变化。你约定的再好，你敢保证你的婚姻一直很好吗？都不行，都不一定是吧？那你说你没约定呢，那你风险就更大。那么今天璇姐提出来说要去当律所的时候，你心里会有抗拒吗？没有啊，没有抗拒啊。反正就是说把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来得及沟通的，或者一个对未来婚姻是一个良性的这些点都提出来，把它解决掉。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当然我想说一点，就是有一个事情我是要说清楚，就是说我俩婚前，包括他现在，他是之前所有的婚前的房子，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财产，那都是属于酒窝的，还有爸妈的，是跟我无关的，这一点的话，我就是要体现去。然后他这没有问题啊。对，然后他婚后他现在面临的这些东西，当然你法律是这么写，对吧？那我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该替他分担就替他分担，对吧？不是这个本来就是说，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在跟他结婚之前就有一个债务的问题，然后但这里条你看第9条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及债务均由双方各自享有债权及各自承担债务，与另一方就无关，就这一条。就从您的角度上来讲，就之前的事儿跟那个张老师没关系。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时写这条也是想对他的保护吧。不是，但你说我理解，我当然理解是他出发点是为了我，对吧？为了保护我。但是你讲实话，那现在在我们这个婚姻状态下，我怎么可能让他看到他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东西呢？当时我看那条的时候，我也很震惊，就是我也觉得他能这样的想让我在我们这段婚姻里边，我是一个公平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就是不想让我那么累。那董老师，如果张老师有这种想法，您觉得也可行的话，我们可以在里边加入一些条款啊，张老师愿意和您共同去承担，这是可以的。我不想加这条。好，然后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的呢，你们有没有啥想法？比如说各自，我们俩现在就是钱都是没有放在一起，没有是吧？我讲实话，我都行，这主要是看得是他舒服才行。对我来说，其实我不 care 这事儿的，各用各的也行啊，然后一块儿弄也行。但是一块儿弄的话，我觉得他又不公平，他赚的比我多，那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不是得利了吗？之前聊过这个财富问题。
没太聊过，就是没有时间跟你先去考虑这件事情。所以觉得是讨论的时机没有到吗？就是还是觉得不需要讨论？有种那种心照不宣吧，就是他也没有要求过什么，我也没有说我也要求过什么。如果哈，我是觉得哈，如果说呢，这个确确实实啊，双方的这个收益哈不太对等，对啊，我觉得是可以考虑要做一个这个约定的。要约定清楚这个事情，要动脑筋，要考虑一下怎么着更平衡。这个点就得看他是怎么说。然后包括最近一直在谈一个话题，就是说钱归一个人管，然后是每个月给开生活费这种，得是他舒服才行吧。不要都有心理负担。对，我是这么想的。说清楚是对的，但是呢，这个没有那些什么得利不得利，因为这是感情了嘛。我理解您说的。但是呢，我肯定也理解这个董老师，他也可能挺难说的，因为既然结婚了，双方是彼此共同信任的嘛，那怎么能把钱分得那么清楚？好像也不太好说，或者是说一个人全控制，然后以开工资的形式，可能也会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首先得认可这种方式。还是那句话，就是相对比较公平，然后呢，就是各自负责各自的。我觉得可以加上，比如说各自收益归各自所有。如果有一天你赚的钱超过我了，那就归我所有。行吗？行吗？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俩是刚结婚，没有孩子。那如果真的是要怀孕生孩子，我就没有工作了呀，对吧？我就不能去工作了嘛。那这个时候，那你挣的钱你就得给我，也可以考虑对吧？对，是不是啊？婚姻里面也会考虑付出。还有对于经营的话，我问一下哈，因为各自不都有一些公司食品吗？对不对？就也是各自还是各自经营各自的，是吧？对啊，就不交叉持股了。比如说您的公司，董老师去持个股，别找了。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就是这个吃的亏呀！我的天哪！对，董老师那他完全可以不承担那笔债务。第三部分呢，这里面很多都是写的关于道德条款和违反约定的一些责任哈。比如不能发朋友圈啊，说我坏话啊，微博啊、采访啊、稿件都不能发。你不能说光人家不发你的呀，你也不能发他的呀，你也不能说坏话，是吧？我这里边写对，男方对，就是相互的嘛，就是还包括你的朋友也不能发。对，然后关于那个子女抚养这一块儿，就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子女这一块了。那个董老师之前提出来了一个基于工作的这种收益的减少，张老师这块给予补助，有义务对抚养我和孩子。肯定。那抚养是法定义务，但是细化有没有一些细化的想法？不是，就是说你不能光抚养我和孩子，那我如果不挣钱了，那酒窝我爸我妈你也得养啊，对吧？本来是我养他们的，现在，但是我如果是真的是为了我们俩去生孩子，我不能工作了，你这一家人都得养啊。感觉压力很大吗？我知道，就是我现在也是在极力的，就是我也现在从我的世界只有他的那个状态，然后慢慢再去学会怎样去再做一个儿子，做一个爸爸。他虽然就这么说，但是我爸我妈肯定也，他俩也不用你抚养，只是就这样写一个这个东西，但是我爸我妈肯定也不会说，就是让你去拿钱养他。承受得了这样的压力吗？我觉得这个是要过程的，这个对我来说是要过程的。我也不可能说我现在上来我就是这样子，我也是在给自己去，也不能说是心理暗示吧，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们这个家庭选择了我们这样的婚姻，我们选择了相爱，那这个东西是要去思考。这份协议呢，说实话，确实也是考虑到了这个董老师这边，因为他是属于第二次婚姻，而且还有个女儿嘛，然后还有二位的这个经济地位还是有一些悬殊，所以说基于这些考虑吧，反正就做了这份协议。张老师没觉得不舒服是吧？没有啊。有没有觉得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啊，就快签吧。哎，不是，就现在就是因为李律师是我们俩之前合作过，有很多次这种交流。你要不要找一个律师，然后咨询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不用啊，你就全听我们的了。对啊，还算公平吧，我觉得，就是反正那个忠诚义务对男方限定的多一点。不是我要是有什么我就不会来啊。
没事，张老师，我今天拿着笔呢，我这是草稿。没有，您觉得真的哪块没有不妥当？没有，是吧？没有。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就知道我的底线是什么了。那同时，这个也是大家互相的一个底线。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提个要求。咱没出正式版之前，你不许删，不许没有经过我同意删除我的游戏账号。你游戏账号是啥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删？说出来了一个财产。家庭成员排序的话，璇姐在你心中排第几？他肯定是第一嘛。那我们现在开始，他这甲方是女方乙方人吗？这甲乙方无所谓啊，无所谓，就是甲方就是女方，你看尊重张老师的意见。那除了这个协议呢，其他的呢？也都是。我都是甲方，可以，永远都是甲方啊。那加上这一条，女方永远是甲方。行。今天几号？2025年5月27日。5月27，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有5个27。5个27，5爱7。5爱7。哎，真好这日子。爱7日今天。往后余生合作愉快。往后余生合作愉快。你觉得璇姐会怎么排这个？小九啊，爸妈，我。为什么把自己放第3个呢？我就应该放到第3个呀。先来后到嘛。家庭成员排序的话，璇姐你那其实首先肯定是自我，就是我把我自己照顾好了，我有一个好的身体，我有一个好的情绪，我才能去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女儿，最后就是我的伴侣。现阶段，那我现在就这么排序，就是如果有一天孩子独立了，就不用我去照顾了，那我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跟我的伴侣在一起。你办过婚礼吗？哎，老累了。婚礼结束之后，在家歇了3天，就躺平躺了3天。大睡3天是吧？又当新郎又当总统筹，哇，给我累的。然后山东也习俗也挺多的。对，山东的这个规矩也更多。就跪下来给长辈磕头。长辈是爸妈吗？爸妈、7大姑八大姨都要磕，都要磕到不起身，就是谁来往那一坐，咔，直接来一下。刚开始是站起来。磕完了之后站起来，然后下一个做好了之后再跪下再磕，后来就直接是跪下来就不起身了，就咔咔整。磕完直接换人，就我家那边习俗是，就谁坐在那个。哎，九儿，刚回家呀？你怎么了，宝贝？掉了一点点小珍珠。你怎么了？是因为进不来门了吗？我那时候不想跟我爸爸不想怎么了？他不想跟他爸分开，他想再待着。哦妈，你别这样，你生日不是爸爸又来了吗？对吧？好了。然后只要你想见他，他随时都可以来啊。他跟他爸见面的频率是大概是？以前就是之前会很多，但是现在因为各自有了各自的家庭嘛，就是爸爸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有孩子了，然后呢，我这边也有自己的家庭了，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中间就，频率变得少了，妈妈你在哪呢？妈妈录节目呢，妈妈还在录着呢。你先不哭，你先控制一下情绪，好不好？拿纸擦一下，擦一下眼泪。你这个妆，你哭完了都不漂亮了。那今天你唱的那么好，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开心吗？他们是不是很有面子，然后很自豪，是不是？对呀，都是为你骄傲，家里人都为你骄傲啊。你在几楼啊？我现在没在几楼，我在这录节目呢。你在哪录节目？在外面录节目呢，我现在在外面录节目呢。你跟他说过，或者说他现在对你再婚这件事情有概念吗？我说过呀，就是要办婚礼啊什么这些他都知道。他有什么反应？他也挺好玩的，他也觉得
但是孩子肯定会觉得别人家为什么爸爸妈妈都在一起。他之前跟我说过，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爸爸妈妈和我们睡在一个床上？就是他小的时候嘛，我会跟他说，我说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们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是你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是不影响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关系。如果说我要跟孩子说，我为了你我不结婚，我本来我是可以谈恋爱的，我过得更好，但是我为了你，一切都是为了你，我选择单身，那孩子压力很大的，他会有负罪感。那如果妈妈现在有了新的爱情，新的生活，就过得更好，那他长大了他会理解我的。那如果你和张唯一未来有了小孩的话，所以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就说我爸和我妈在生我的时候就说绝对不生老二了。我爸就是觉得你一个孩子，你把所有爱都给他，你不可能一碗水端平。你再生一个孩子，肯定会有区别对待，就任何一个人都会一样的。就可能第一个孩子先入为主嘛，酒窝是第一个孩子，你肯定是把所有的爱都会给他，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回来了，洗手酒窝。上一段婚姻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本身就属于酒窝的，包括给他买的这些保险啊什么的，就算也就是以后有孩子了，可能也不会影响这个，对，他的就是他的，这种心态会影响你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的判断。就是你表面上家长都会说这都是我的孩子，我是一样对待的，但是你心理上就会有这种心态。就是先入为主啊，他给你待的时间更长，进入你的生活更早。那晚上我就你就在这儿吧，你那个带上，我晚上陪酒窝吧。行，酒窝，给你5分钟啊，你先过来吧，暂停，先过来。OK， 拜拜。烤肉搭子。烤肉搭子，都黏糊了酒窝。黏糊了。你俩终于领证了。我俩就是领证，要不结啥婚呢？领证是啥意思？你懂吗？我知道，就是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的意思。你和我爸领证了，对吗？我和你爸领2证了，一个结婚证，还有离婚证呢。哦，对。对呀。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公开呀？啊？这个大秘密。大秘密，你是不是憋不住了？对呀，憋不住了。你感觉像要把这个大瓜赶紧告诉别人一样。对。有啥事儿我都憋不住了。所以就是以后唯一也是咱们家人嘛，知道吗？就我姥姥姥爷唯一，你妈妈，知道吗？好。那我不应该改个称呼吗？因为你改啥称呼啊？你不是跟我爸爸分手？分手了，那他还是你爸呀？所以我应该叫他叫什么呢？叫谁？唯一。唯一，你就是叫唯一呗。我有点格格不入的。你得转一圈。哎，你和妈妈来一次。啊？啥呀？快来，这个。那你姥姥姥爷也叫是唯一啊？唯一呀，是个好男人。对你也很好，对我们一家都很好。这谁？你姥姥说的？那你呢？让你说，你怎么说？我觉得他还行吧。那你会不会就是因为，比如说妈妈要结婚了，你会不会心里不舒服，或者是？还好吧。心情不好。没有吧，那也没有。那就好。你这妈妈就不希望你多想。就是你听妈妈说，就是这开心最重要。你怎么知道要说这句话？你真是我亲生的，我还没说你就抢答了。我就觉得你跟开心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对吧？如果2个人在一起都不开心了，
那就是没必要在一起了。对呀、